小九，放开他！大圣哥，彭大圣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。你救了你怀里那个，还想救我手中这个？不过你现在自身难保，你谁都救不了。 彭大圣，小心！你若敢弄小九一下，今天我必杀你！你好大的口气！放开！小九，彭大圣，把玉魄交出来！大圣哥，不要听他的！ 交出来！出路！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不见师傅的人影，师傅！打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小子，你为了胜我连气都乱了。待你内功耗尽之时，你就跟待宰的牛羊无异。废什么话！大圣哥，小子，认输吧。我还没。 姑娘，小儿，你先走，不要管我了。不行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死一起死。走。这里，站住！姑娘，你先走我断后。小儿，上。 小
圣哥，大圣哥，大圣哥，小小，大圣哥，小小，彭大圣，尊者想要留你一条活路，你自己非要往死路上闯。现在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面前，滋味如何呀？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别费劲了，这通天锁专锁不止经脉，你越是挣扎，它越是啃噬你的骨血。与其白费力气，你不如好好的看着他是如何因而死的。你放开他！大圣哥，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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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求求你，别动他，我什么都能答应你。什么都可以是吗？把心挖出来，给我下酒。大圣哥不要！小小。大圣哥。
拉起来。彭大圣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好像一条狗啊！吃了它，吃了它，吃！一夜如炬，红尘作证，谁把真心换一身伤痕？哎，你疯了呀！快起来！小九双亲皆被魔教残害，少侠不仅救我一命，还替我报了家仇。若少侠不弃，小九愿侍奉左右，为奴为婢，报答恩公。大圣哥放心，小九定会帮你寻遍天下名医，一定会有人治好你的病的。现在仇人已经死了，大仇得报，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自然是跟着大圣哥你啊！你去哪，小九就去哪。喂，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无礼啊？狗眼看人低！我。夫君，我错了。小九，这玄甲送你。更何况，我早已心有所属。要活下去，我要活下去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痴心妄想。啊，兄弟，我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叫“活着意味着一切”。今天我把他话送给你。彭大圣，好好活下去，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。大圣，为师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要好好活着回来。内力已经消耗殆尽了，不可能！是谁竟有这般本事啊？爷爷，爷爷！哎呀，让你干点活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这天象为何如此诡异？有人用刀意引天地之灵气，借天雷撞刀威，这种手段，这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啊！糟了，师傅有难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大圣，受死吧！天机玄甲！佛怒唐莲，你是唐门长老唐长生。哼，既然知道爷爷的名号，还不赶紧跪下来受死？
唐门暗器天下第一，我若想赢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咕噜，走！别追了，救人要紧，快！桑女，你醒了。师傅的遗体找到了吗？已经安列了。木萧呢？木萧在哪？木生死，他怎么了？你快说！三女，木生死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小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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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位死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法号了得。我身边这位乃是武当派的清虚道长。我二人带领徒弟，是去往姑苏的半路上，碰巧救下了这位姑娘。多谢二位，救命之恩。姑娘不必多礼，我二人还有琐事缠身，就先告辞了。阿弥陀佛。恭送二位。快带小儿去疗伤，快！哎呀，怪哉，真是怪哉！哎，不是唐老，我兄弟到底怎么样了？自从他吞完那个玉魄之后，他体内的灵力就如野火燎原一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这要换做别人，这七经八脉早就烧得千疮百孔。哎，但是呢，他不但没被烧坏，反而更加的充盈，蓬勃愈发之象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我兄弟他无碍了是吧？哎，不是，恰恰相反啊！按照他这种脉象，他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他身体内正在炼化玉魄中的灵力。灵力一旦完全释放，他就会遭到灵力的反噬，经脉寸断而亡。我已经封住了他的要脉，却也只能暂缓几日啊。爷爷，这灵力不是能提升修为吗？为何他还会有危险？对呀，没错，是可以迅速的提升修为，但是那也得细水长流啊，慢慢来呀。可是他迅速提升灵力，这就好比是什么？囫囵吞枣，拔苗助长，物极必反。再说他又是天生的绝脉，哎呀，真是雪上加霜啊！哎，唐老，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医治吗？按照我的医术呢，那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不过他要是迅速的返回师门，让师尊帮他来看呢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否则的话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下凡，那也是束手无策。哎，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生死有命，就看他怎么选了。哎。师父在天之灵一定会护着我们，他护着我们，谁又护着他呢？我叫欠下的血债必须血债血偿！去吧，去吧！
数据，红尘作证，谁把真心换一身伤痕？灯火未尽，誓言已冷，来路却付不出余温。有人一命，添一盏灯，照亮黄土，也照见离分。有人小乔，你别走！之中，不言归期，只问此生。一诺成千，一念成灰。你用一生换我不悔。说这江湖终有人有心碎，为何偏让我与你轮回？不要走，小乔。小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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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离开我，小乔。把一生藏进冷月孤城。小乔，别离开我。小乔，别离开我。一诺成千，一念成灰。你用一生换。或许我永远都成不了你的心上人，可至少这一刻，我曾是你恋着的人，哪怕只是替身，也足够。为何偏让我与你轮回？花落成雪，深情难我早已心有所属。你在我梦里却不姑娘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实不相瞒，我师父从小就告诉我，我是天生绝脉，注定的短命鬼。彭大圣，好好活下去，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。可这一世已无从改写。大圣怎么样了？他还没回五虎山吗？还没回，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酒，谁都不见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先别进去打扰，此番对他打击很大，给他点时间好好想想吧。你这猢狲，可还记得与为师的1月之约呀？师傅，师傅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师傅？我问你，你可知自己没几日好活了？哎呀，弟子知道，可是你身陷情关，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。师傅说的可对？师傅，这也瞒不过你。哎，你下山带的丹药早已服尽，20岁生辰又近在眼前，你小命不要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现在还不能回去，这样您了，就想想办法，帮我把这个短命的命格给改了吧。哎呦喂，你还真当你师傅我是神仙呐啊！命乃天定，岂是人力所为？
为师能做的，也就是尽力的帮你续命，你懂吧？哎呀，师傅，您就把我下山前给我的丹药再给我多备点吧，3、5个月就够了。啊，你以为给你制药的那些昆仑雪莲是咱自己家后院种的呀？为了你下山这些丹药，为师攒了足足3年，3年才给你凑齐的。哼！那岂不是我回了山门，3年之内也下不了山了？当然不是了，不是3年不能下山，而是你这一生都不能下山了。为何？从命格上算，20岁生辰之后便是你的死劫。倘若在师门之内，为师便可借用毕生所学护你无恙；可一旦离开师门，就是有再多的丹药，也保不了你小命啊！师傅，我要是不回师门会怎样？天道常变异，运数杳难寻。为师只知道，20岁生辰之后的每一日，都有可能是你的大限之日。爷爷，孙子呀，你慌什么慌呀？啊！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！你身为唐家的少主，遇事呢一定要冷静啊！慢慢说。彭大少，人没了。什么？师傅，我决定不回师门了。为何呀？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可若是违心而活，就算得了长生又如何？大少，你可一定要想清楚了。20岁生辰是你的劫数，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命数。无论你去做什么，怎么去做，都躲不开这必死的命局。师傅，弟子心意已决。圣，你太平别院的圈套，你是故意引我去的吧？想借魔教的手杀我，给自己捞个清白，你还真是有心机的很啊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那你或许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张姑娘，我才把你方才的话再说一遍。那日是林少，林少让我引彭少侠到太平别院探病，事成之后又派人灭我的口。若不是2位姑娘及时赶到，此刻我和我的家人早就死了。你血口喷人！林端，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日放了你，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亲手要了你的狗命。你们谁能替本少杀了他？本少赏金万两。去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先上，你请上！本少有银子，保护我。本少也不想死就给我滚！去啊！保护我！对不起，彭大侠，你别杀我！我林家的钱我都给你，什么田产、珍宝，还有我整个虎啸山庄，我都赔给你。我求你别杀我！小九的命，你拿什么赔？不是我，是那个一次会剑门的那个宋清波。是他逼我的，
他说只要我肯帮他，他就能帮我重振呼啸山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若残，那日宋清波来府上，就是他在门口伺候的。你说话呀！你看，我没骗你。原来害死小九的还另有其人。冯大侠，你同意了？宋清波，谢谢冯大侠，谢谢冯大侠。害死了小九，我怎么可能不杀你？小人自知罪责深重，只求大侠能放过我的家人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为难他们的。谢大侠。你是因为家人性命被胁迫无奈而为，我不杀你。你走吧。彭大侠，求大侠收我为徒。为何？我自幼在林家打杂10余年，如猪狗般任人驱使，从未敢抱怨过半句。可他们那人拿刀架在我妹妹脖子上时，我才知道，没有本事傍身，就连家人都护不住。我想跟您学武，不求扬名江湖，但求能护住家人。魔教闯入我家那夜，爹娘为了护我，不惜以命相搏，而我却连自保之力都没有。我时常想，要是我也能有大圣哥这身好本事，我爹娘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你起身吧。你愿意收我为徒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本家姓张，家贫无名。林少一直唤我旺财，我便叫旺财了。我师父曾跟我说过，无虑则无忌。你以后就叫无忌吧。谢师父赐名。还有，你记住，以后不要见到人就下跪磕头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天地父母，没有人值得你跪。徒儿谨遵师命。这鬼谷神针用的也是愈发娴熟了。师傅呀，您就别再夸我了。您体内的灵力呢，虽然是加速了您的修为，但是它也在燃烧你体内即将枯竭的脉数。如果你再这么肆无忌惮、没有节制的用，一旦这个灵力攻到了你的心脉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下凡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呀。小时候，师兄他们在外头练功，师傅就让我回房间里读书，怕太阳晒着我，怕寒风吹着我，我就像一棵永远长不大的葳蕤兰草。可师傅不知道的是，我更想做一棵野草。来生幽谷，自成天路，终究还是遂了这小子的心愿。师傅，你真不打算回师门了？
我已经决定留下来，给小九报仇。只是为了方姑娘吗？也不全是吧。在出山门之前，我就像一只被圈养的小动物，师傅画好的篱笆就是我的天。可自从小九走了之后，我才惊觉我不想如此潦草地度过一生。反正人生都要在世上走上一遭，与其畏首畏尾，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。可是师傅，这魔教树大根深，尤其是那个罗刹刀魔，更是修为在2品之上。你虽然身有灵力，但是你这是拿命换来的呀！你有几成把握能赢啊？打得过要打，打不过更要打。就算只有1成的胜算，我也要舍命一搏。好，既然师傅决心已定，那我老唐也绝非贪生怕死之辈，我鼎力相助。老唐，谢了。宋清波有下落了。慕容湘今日召开武林大会，宋清波也在受邀之列。宋清波，师傅，你先听段姑娘把话说完。武林大会高手云集，岂会容一个晚辈造次？你没有铁证，如何处置得了宋清波？师傅，我觉得段姑娘说的在理。这些年，宋清波他的功力大增，尤其是他的周公剑，更是一针化境。你体内的灵力虽然助长了你的修为，但是你的筋脉已经不堪重负，一旦失控，恐怕生命不保啊！他勾结魔教害了小九，今日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一定要闯他一闯。既然如此，也算我一个。我与魔教同样不共戴天，这趟浑水，我陪你趟。魔教白衣尊者立下6出山庄之约，且狼子野心，昭然若见。近日小女也被魔人所挟，险些丧命。今日我召集大家，就是要组建讨魔联军，选出一位联军统帅，共抗魔教。阿弥陀佛！我少林别院30余僧众，一夜之间便惨遭屠戮，此仇不共戴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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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崆峒派弟子被魔教抓去试药，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一具白骨了，惨绝人寰。在下恳请诸位共讨此寮。共讨此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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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慕容盟主，晚辈一字会剑门掌门宋清波，愿执掌联军帅印，率同道诛灭魔教。我不同意。这位便是那永挫北邙双煞师徒的彭少侠吧？宋掌门，你不会是在想，我怎么还活着吧？彭少侠，你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儿。宋清波勾结魔教，在太平别院给我设下杀局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可如今又转头过来，想要当这个讨魔联军的联帅。你的这个嘴脸，不觉得龌龊又可笑吗？各位同道，今日的武林盛会，只有掌门才有资格列席。这个狂徒无名无实，依我看，赶紧把他赶出会场才是。宋掌门，彭大圣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急着赶人，怕不是做贼心虚吧？宋清波，那彭大圣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慕容盟主明鉴，我宋清波对天发誓，如有此事，天打五雷轰。阿弥陀佛，彭少侠，你对刚才所言可有何凭据吗？凭据，马上就到。真是信口雌黄呀！你无凭无据，就敢诬陷一派掌门？
请问慕容盟主，空口无凭就构陷同道中人，按江湖规矩，该受如何惩戒？若无凭据，须破3节以示清白。破3节？何谓破3节？正所谓破3节，就是空手接对方3掌。这3掌分别为势胆、明心、正斗。若是事主能够接住这3掌，那么从此恩怨一笔勾销；若是接不住，也不准追究对方的责任。各位同道，今日的武林盛会，各位前辈悉数到场，正好给我做个见证。彭大圣，你敢不敢接我3掌啊？宋掌门如此着急，不会是想要杀人灭口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试问，在下如果自愿接这3掌，诸位前辈，可愿听我一言？在座的诸位，自然会彻查此事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好，那我彭某自愿破3节，以示清白。且慢，阿弥陀佛，彭少侠，你可要思虑清楚，这破3节非同小可。此前先例非死即伤，顿无全身而退之人。你要知道，这3掌下去，怕是性命不保啊！多谢前辈好意，我意已决。既然如此，彭少侠，开始破节吧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彭大圣去了英雄场。他去那儿做什么？听说他是为了去指证宋掌门勾结魔教，但又缺乏实质证据，现在正被逼着接宋掌门3掌，说是要以血肉之躯自证清白。宋清波的劈山掌阴狠毒辣，3掌下去定是性命堪忧，即刻备马去英雄场。可是小姐，家主吩咐您近日不得出府。爹爹那边我自会交代。这3掌我定要倾尽全力，绝不能让这小子有一线生机。哼，彭大圣，你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否则等会儿不论你是死是伤，我都不会手下留情。宋掌门，你不会是手软了吧？还是说，你这个一派掌门是靠嘴吹出来的？不自量力，受死吧！是吗？一字会剑门的劈山掌以刚猛著称。哎，宋清波对此功法练的那是炉火纯青啊！但是他不知道师傅你有灵力护体。师傅，你只要将灵力布于膻中穴，即便是他的掌法再刚猛，他也抵不过你体内灵力的1/10。彭少侠年纪轻轻，竟然凭借自身内力，硬是扛下1掌，当真是人中龙凤啊！没死吧？宋掌门，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还是说，你刚才没吃饭啊？小子，你仗着内力雄厚硬接我的劈山掌，不算数。亏这只说不能出手，又没说不能用内力。宋掌门，菜就会些多练，何必在这儿强词夺理、贻笑大方？你，邓姑娘，放心。宋清波，既然你如此在意，那你这第2掌，我便卸取内力受你1掌，如何呀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这是何路掌法？怎么会如此怪异？宋清波，你这个指甲黑的仿佛那个鹅爪风，要不然回去找个大夫看看吧。邱掌门，请看，这并不是掌法，而是爪法。
方才，宋掌门在凝气之时，双手指锋如钢钩，分明是将掌力逼成了爪形。这等阴毒路数，绝非正道武学。没错，这乃一字会剑门的禁术，掌心淬有西域奇毒，便会心脉寸断而死。师傅呀，这第二掌我就不知道你如何接呀。我师傅常说，这刚猛如洪涛，柔转似流水。这洪涛再烈，只要遇到这绕山的流水，也得乖乖改道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，等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一掌，我要让你尝尝心脉断裂的滋味儿。大圣，去死吧！到了。宋清波老奸巨猾，恐怕没那么好骗。这奸猾之人最是自负，只要我卖个破绽，便可以事半功倍。泄去内力了，怎么可能？武功可不只有刚猛这一条路可以走。堂堂一派掌门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方才彭少侠的一隐一闪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每一分力道都顺着宋掌门的掌风流转。呵呵，当真是深得武学三昧啊！彭少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见识与身手，将来在武学一道上的成就，怕是不可限量的。小子，你使诈！分明是你使诈在先！你刚刚的掌法阴毒至极，明明想要置我于死地，站着不动让你打，那才是愚不可及。宋清波，你一把年纪了，还说别人出钱使诈，丢不丢人？阿弥陀佛，宋掌门，方才老衲看得真切，的确是你先坏了规矩。宋掌门，你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掌了吧？闭嘴！岂有此理！宋清波的内力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？宋掌门这是用真气逼出体内的实邪煞，那掌心的黑雾便是纪年煞气所化，沾上则经脉寸断，便是金刚不坏之身也难扛住啊！真没想到，短短1年时间，宋掌门的修为竟然进如此之快。看来彭少侠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呀！彭大圣，受死吧！慕容姑娘，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你怎么样，青儿？爹，替我保护大圣。来人，带小姐回去，众人好好医治。是。
慕容盟主，刚才在下出内掌的时候，已经卸掉了80%功力，想必不会危及到令爱的性命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莫要迁怒在下。继续吧。是。宋掌门的3仗已经打完，接下来各位是不是可以听彭大圣一言了？阿弥陀佛，彭少侠，你若有什么话，尽管直说吧，我等自会替你主持公道。多谢大师。我想问宋掌门，近日武林各派遭魔教屠戮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但为何你这个一字会剑门总能独善其身？难不成你宋掌门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，能够让魔教对你们绕道而行？这能说明什么？只不过是我志派有方，所以魔教不敢前来寻衅滋事罢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近1年来，武林当中的一些小门小派被魔教屠戮之后，你宋掌门为何总能第一个赶到，收敛门徒，并为分舵？单就这一件事儿，你扩张分舵数100个，收敛门徒数1000人，你告诉我，这也是个巧合？这只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。各位，单凭他说的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儿，就说我宋清波勾结魔教，大家觉得他的说法站得住脚吗？的确存疑啊。是啊，不道理，这些证据确实不足以证明啊。阿弥陀佛，彭少侠，你可还拿得出其他证据来证明你方才所言吗？大师，证据马上就到。一派胡言！我看你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各位，难道今天的武林大会是给他彭大圣一个人开的不成？彭少侠，你若一时拿不出其他证据，老衲以为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议，如何？证据到了。各位前辈，此人就是你们要的证据。晚辈本是一字会剑门中弟子，前几日曾亲眼目睹宋掌门与魔教要人会晤，因担心被掌门灭口，这才连夜逃离姑苏，逃奔江北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53以后要多少有多少。属下一定尽心竭力，万死不辞。弄香楼近日有探子得知，有一字会剑门的弟子逃亡到江北，将此事告知于我，我连夜把他带回姑苏，当面指证宋清波。宋清波，你勾结魔教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八蛋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老子早就登上了联军统帅之位。你为何存心要坏老子好事？你唆使林敦害死小九，今日我必要你血债血偿。是吗？好，那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
义字会剑门的周公剑，真乃是天下第一剑。这千机御剑术，真可谓是出神入化呀！彭少侠仅凭一把大刀硬扛，怕是撑不了太久啊。是啊。小兔崽子，看来老子还真是小觑了你。没想到，老子的周公剑都奈何不了你。什么狗屁周公剑？我看是你人脸皮够贱。哼，牙尖嘴利。既然你这么着急投胎，那老子就成全你。徐熙宁姐，没想到宋清波的周公剑已炼至登峰造极之境，就连这最后一重的聚气凝剑也让他参透了。老衲听说，这聚气凝剑之术乃是聚集毕生罡气所炼化而成，虽有毁天灭地之势，但同时也会耗费巨量真气。看来这宋清波是要拼死一搏了。彭大圣，认命吧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别过来！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，我今日必亲手了结他。天生绝脉又如何？必然一死又如何？我的命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彭大圣，认命吧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横扫千军！你的刀意怎会如此强烈？因为我杀你之意，比刀意更烈千万倍。小九，我会把所有害过你的人都一个一个挑出来，替你报仇。阿弥陀佛，真是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呀！彭少侠为武林除此大害，实乃大功一件。我看联军统帅就不用选了，就让彭少侠来做，如何呀？咦，大善啊！且慢，我尚有一事，想要请问彭少侠，不知少侠的令尊令堂是否还健在？酋长们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自古江湖之中，身份便是根基，还望彭少侠能够如实相告。我尚在襁褓之时，便被我父亲送回山门，从此再没有见过我的双亲。也就是说，彭少侠无法证明令尊的身份了。彭少侠，邱某无意冒犯，只是若你连自己的身世来历都说不清，又怎能让众人安心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你？哦，别！我今日来此，只是为了报仇，并不想当什么联军统帅。况且仇人已死，便不再多留，告辞。我能证明他的身世。20年前，魔教荼毒中原，
无数江湖豪杰战死。为了抵御魔教，各大派组织联军围攻魔教总舵不死海。不知各位可否还记得那次大战？阿弥陀佛，老衲曾有幸与少林前方丈一同参与过此战，而今仍记忆犹新。我记得当年，那魔教教主白衣尊者竟凭一己之力力克8大派掌门，8大派高手竟无一幸免。那等威势，至今想起来，还令人心头发寒呐。此战在下已有所耳闻，听闻大战过后，白衣尊者已是强弩之末。恰时慕容庄主与一位来历不明的彭大侠尚有一战之力，二人乘胜追击，合力将白衣尊者打下幽冥谷的万丈深渊。从此以后，白衣尊者杳无音信，而魔教如丧家之犬，再也没有掀起过风浪。你们说的对，只是有一点不同。当时我被白衣尊者重创，根本无力再战。是你说的那位大侠，他以一己之力将那魔头打下了万丈深渊，他也因此耗尽了真力，命不久矣。慕容庄主为何突然提起这桩20多年前的旧事啊？是啊，你口中的那位大侠，他本名叫彭真，曾经与我是结义兄弟，而他与你们眼前的这位彭少侠关系匪浅。那次大战之后，彭大侠自知时日无多，为了保护他的骨肉不被魔教寻仇，他便决定将他在强暴之中的儿子送回他的师门去寻求庇佑。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曾经求我誓死守护这个秘密，因此我才隐瞒至今。慕容前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说的是，彭大侠师门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五虎断刀门，而你彭大圣很有可能就是他存在这个世上的唯一骨血。这彭大侠的儿子。可是慕容前辈，如果我父亲跟我同出一个师门，那我师尊为何要骗我？这个问题简单，无非是他怕你为父报仇，去与魔教为敌，怕你重新走上你父亲之死的覆辙。比武招亲那天，我看到了你佩戴的玉魄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我彭真兄弟的贴身之物，而你也说过，那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信物，从你的年龄来推断，也恰好吻合。试问大家，这世上焉有如此巧合之事？不过师傅，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就是仙师祖最器重的一个门外弟子。20年前把你送到山门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不过啊，既然他把这玉魄留给你，想必定有深意。机缘到了，自会清楚。难道这就是师傅所说的机缘？阿弥陀佛，慕容庄主乃是当年那场决战的亲历者，所述言之凿凿，定然非虚。彭大侠舍生取义，听起来真是让人肃然起敬。早闻彭大侠之名如雷贯耳，如今见棋子风骨，方知何为虎父无犬子啊！各位掌门，列位同柴，大家请看这块英雄碑，这上面的碑文乃彭大侠当年亲手所撰，这上面写着“侠非逞凶，乃护苍生”，也成为后世武林的纲要。当年彭大侠以一己之力守护了武林的安宁，如今他的骨血就站在我们的眼前。试问，如果让彭大侠的儿子担任这个联军的统帅，大家是否觉得妥帖？哎呀，有道理。阿弥陀佛，当年彭大侠舍身未到，而今彭少侠又为我武林除一大害，我少林
自当鼎力相助，推举彭少侠为联军统帅。我空统绝无异议，有彭少侠领军，定能继承彭大侠之志，荡平魔教余孽。我昆仑派也支持，高江派支持，好，既然大家都无异议，从即刻起，各派挑选精锐，组成联军，由彭大胜任统帅。明日发兵6出山庄，剿灭魔教，还我武林一个朗朗乾坤。诛除魔教，归我武林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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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诛除魔教。哎，师傅，这明天就要出发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你觉得我爹真的是那个彭大侠吗？哎呀，这个是与不是，其实没那么重要。那你说什么才重要？重要的是，你有了这层身份，你就可以大展拳脚，干你想干的事儿。6出山庄之战，罗刹刀魔他肯定会出现，这正好是你报仇的良好时机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应该把我的重心放在6出山庄之战上，为小九报仇，才是头等大事。6出山庄之战生死未卜，那帮各大门派的掌门，他肯定不会轻易出手。师傅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老唐，你信命吗？我师父说这是我命定的结束，无论如何，都难逃一死。那师尊都有言在先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逆天而行呢？因为我不信命。师父常说天命难违，可他老人家不还是费尽心思的为我续命？他能为我逆天改命，我又为何不能摆脱这命运的枷锁？不是师父，你还能把天捅破吗？捅破这天又如何？如果人命真是天定，我就和这天斗上一斗，以天地为战场，以星辰为锋芒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亦是浑然无惧。这样的人生，岂不快哉？哎呀，我老唐是老喽，只能尽些微薄之力了。灵雾崖上的七叶还魂草该收了，此物啊，性情温和，正好采回来给你压压体内的灵力。我这就去把它采回来，顺便在山里啊也静静心。师傅，明天还出发呢，早点休息吧。爹，你的伤还未痊愈，应该静养，赶紧回房休息。爹，你明知道6出山庄是魔教的陷阱，为什么还要举荐彭大圣去做联军统帅？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爹做的这一切，实在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爹能看得出来你现在喜欢他。可是他偏偏出身低微，难以与你相配。佛素金身便可居于庙堂之上，他若是泥胎，连自身都难保。我捧他做这个统帅，实则是在给他铺路。可那日在武林大会上，爹说她是彭大侠的遗孤，难道这是假的吗？晴儿，你给我记住，他彭大圣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心里有他。他若再不识好歹，我能给他塑金身，也能给他拉下神坛。可彭大圣毕竟救过我的命，我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，我只要他平安。糊涂！比武招亲那日，他敢当众悔婚，就凭这一条，就够爹杀他100次。要不是他在这些少侠中还算出类拔萃，你又对他产生了情愫，你觉得爹能让他活到现在吗？若此次去6出山庄，
他被魔教之人所害怎么办？那也是爹对他的考验。他若是能经得住考验，那说明他有实力与你相配。若他要是不敌被杀，那是他命不好。一个命数不好的人，怎么配得上我慕容香的乖女儿呢？爹，行了，赶紧回房歇着。禀家主，彭大圣等人已经出城了。晴儿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爹的苦心。这武林大会上，个个拍着胸脯喊“荡平魔教，荡平魔教”，你看这来的都什么？跟老弱病残似的。还有，那各大派的掌门都纷纷说有事来不了，可这送死的事情咱们干，好处让他们分呗。你跟个唐僧似的，叨叨叨念了一路了，有完没完？再念下去，魔教要人死不死我不知道，我得死路上。你爱死不死，我还懒得看你。本来也没指望他们能帮什么忙，壮壮声势总是好的嘛。前方3下便是6处山庄了。有何异样？庄门紧闭，庄内树荫闭目，难辨虚实。这样，我先带人进去打头阵，你们在此等候。等我杀进庄内，你们再来接应我。不可！白衣尊者定下6处山庄之约，定有所谋。若是贸然进庄，恐陷入被动，任人鱼肉。可我们都来了，总不能一直在此徘徊吧？这样，当姑娘你带着人守在山庄上，我一个人进庄，探得庄内虚实之后，我再释放信号，你们再带人前去接应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万一被一尊者在庄内，你一个人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总要有人以身为饵，一探虚实的。可是别可是了，堂兄、萧兄，你们带人守在山上，没有我的信号，不可妄动。小儿，你带我叫弟子在此留守，我要进庄一探究竟。知道了，姑娘多加小心。走。这6处山庄怎么瞧着像是座勾栏？我们不会走错了吧？2位贵客风尘仆仆，车马劳顿，主人已准备琼岩洗尘，请跟我来。2位贵客随意享用，主人片刻就来。这6处山庄竟内藏玄机，真巨楼就藏在其内。进庄后，我怎么感觉不到半点杀机？但却总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小心为主。童公子，别来无恙。那日花车一别，奴家可是日日思念呢。这都半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该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穆姑娘，你不用担心，凭我兄弟的修为，就算遇到什么麻烦事儿，也不可能手足无措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不是段姑娘也在吗？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若不是要统领弟子，我早就跟姑娘同去了，何至于在这里打落木屐？穆姑娘所言极是，
不像某些人，除了嘴上功夫，一无是处。小白脸，你说谁呢？谁答应我说谁？出来单挑啊！闭嘴！再吵，就把你们俩的嘴都封上！你笑什么？奴家记得上次见面时，公子身旁跟的可是位娇俏可爱的小娘子，如今倒是换了一位飒爽泼辣的侠女。不曾想，公子貌似敦善无欺，实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薄幸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只要你肯归顺尊者，想要多少美人没有？那你且说说，你家尊者想让你说些什么？如今武林各派各怀鬼胎，弊政层出。公子身怀异柄，想必一是不堪与宵小为伍。尊者可助公子拔除宝座上的荆棘，一统江湖各派，扶立公子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林共主。条件呢？条件很简单，公子只需俯首为臣，拜尊者为尊师，从此江湖太平，万事皆休。你的尊者是想让我做他唯命是从的提线木偶？公子说笑了，凭我家尊者的实力，一统江湖只是时间问题。捧你坐上高位，实在是看重公子的才干，求贤若渴。那你家尊者可知，我命不久矣，只剩不到1月好活了。公子，你当真觉得你是天生绝脉，注定难逃一死吗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尊者说过，你的命局本不该绝，只要你肯顺从，尊者可助你根除绝脉之症，永享富贵。你家尊者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，我比公子更想知道。奴家自14岁起就入了这真趣楼，就从未见过尊者真容。只要你肯答应尊者的条件，你既可以成为睥睨众生的武林共主，又可以摆脱天煞命局的桎梏。试问对你而言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条件吗？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恰恰相反。彭大圣，你可知道拒绝尊者的下场，只有死路一条？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能在死之前跟仇人做个了断，我也是赚了。不识抬举，那就是要怪我。藏不了多久。你没发现旁边的宾客好像没发现我们吧？出此怪异。一会儿我先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寻机而动。这点本事还学人家弹琴，不如回家教孩子去吧。木姑娘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着急嘛。是啊，木姑娘，你若不在的话，五毒教弟子无人统领；若是魔教妖人突围，我们岂不是手足无措？五毒教弟子听令。在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归唐少做号令，听明白了没？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木姑娘，
你们五毒教规比他们暗器还多，我一个外男哪敢乱指挥啊？哎呀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你们说咋办？我去抓那一探究竟。完了，你们等我信号再跟过去。你啊，能行吗？木姑娘无需担心，打自然我是打不过的，可论跑的功夫，那可是一流啊！嗯。若是让他抢了诛灭魔教的首功，那我唐门岂不是白跑一趟？这两个呆子，还真是一对冤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彭大圣，你该不会是想当缩头乌龟吧？现在怎么办？只能赌一赌了。苏姑娘玩什么不好，偏爱玩这些水脏之物，也不怕晦气缠身吗？你们如何识得破我的玲珑幻术？方才段姑娘挥剑破喉时，未见半点血迹，我便笃定，这几人绝非人形。想必从我们入门听见琴声那刻起，便进入到了你的幻境了吧？所见所闻，皆是虚妄。既然你们看出了端倪，又怎知我的幻术聚火呢？五行幻术属阴，需借水气凝形，聚烈火焚身。而你这庭院当中流水潺潺，想必正是借着这水气稳固幻阵，迷惑人心。公子果然聪慧过人，奴家很是钦佩。不过，奴家的幻术从未加害于人，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贪嗔痴怨，还施彼身罢了。苏爷爷，你以争取了的勾栏艳女，招引侠客入厝，再用幻术迷其心智，将他们收归己有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，你还敢说自己从未骗人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娘子！不过，你们以为破得了奴家的幻阵，就能毫发无伤地离开此地吗？唐公子，几日不见，倒是越发俊朗了。老婆子我可是一发喜欢了。这么喜欢小爷我呀？那当我的刀下亡魂如何呀？小子，待会儿我就把你变成我最得意的尸魁，到那时候，看你的嘴还硬不硬。老妖婆，我今日定要取你性命，为我师父报仇！死丫头，口气还不小！你那死鬼师傅跪在尊者面前求活命的时候，可比你怪训多了。拿命来！罗刹刀魔人呢？让他滚川受死！
这山庄好生诡异，走了半天，怎么连个鬼影都没见到？能见到鬼才怪！我方才让你从正门走，哎，你不走，你偏要走后门啊！好了吧，迷路了吧？你开心了？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从正门入庄如此招摇，魔教妖人又不是瞎子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汤少主说的好在理啊！那你不妨再说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唯有分头行动才是上策。若是发现异常，就以3声哨声为号。只是务必小心，若是发现萧兄，萧兄，萧兄，萧兄！赵姑娘，就凭你师傅又如何？临死之前还不是跪着求我们魔教放过你们五毒教？那模样跟一条死狗没什么区别。我杀了你！你师傅临死前还中了我的尸骨毒，我亲眼看见他躺在地上是满地打滚，那5脏6腑被我的蛊虫给咬的，化成了一腔血水。临死前还哭着求我饶过青瑶，饶过青瑶，好不可怜呐！青瑶，老师为师此行有难，望你守护好五毒教，守护好我们的家。青瑶，对于强敌更要稳固心神，方能绝境逢生。今天我就带你去找他。破镜了！拜你所赐，我才得以破镜4品。这一剑是为我师父讨来。这一剑是为被你们害死的五毒教弟子讨来。这一剑是为天下千千万万被魔教毒害的江湖侠士讨来。师父，我为你报仇了。终于肯现身了。不过是死了个女子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不过那个小女子倒是挺硬的，她死到临头还在护着你，只可惜她跟错了人，注定死路一条。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三司堂，奇怪了，人怎么不见了？难不成这条路是通往魔教圣坛的？我真是个天才！啊！
禀尊者，一切正如您所料，彭大圣目下正与罗刹刀魔斗得难解难分。那你不妨再猜一猜，他们两个谁会赢？奴婢不敢妄测。但说无妨，本尊赦你无罪。奴婢猜，彭大圣应该会赢。为何？尊者若是想取彭大圣性命，易如反掌。何况尊者又设下6处山庄之局，布局深远，绝非为杀他一人。所以，奴婢斗胆猜测，或许彭大圣活着，对尊者而言更有价值。你能理解到这个层面，本尊甚理。不过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饶他不死了？尊者，我……宋爷爷，别忘了你的命是谁给的。奴婢的一切，皆为尊者所赐，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那你还敢背着我，对那小子动情？奴婢没有。你没有？那天在花车之中，你跟他郎情妾意，当本尊瞎了。奴婢这么做，皆是为了尊者。为了我？那日奴婢若全无华魁姿态，势必会引起万人疑心真去楼。奴婢自无知觉，实是未免打草惊蛇。为了尊者的大计着想，绝非奴心所愿。尊者若是怪罪，奴婢这就以死谢罪。行了，真不愧是我兄弟啊！连花魁苏爷爷都已经拿下了，小子艳福不浅呐！何人敢闯本台？方才走错路了啊！你们不用管我，继续聊，继续聊啊，继续聊。小白脸，赶紧走！哇！就你们两个废物，也敢窥视本尊！别追了，地下的石杖坛乃本尊的煞气所化，他们两个人不可能活着出来。随本尊去看看外面的情况。是。你没事吧？小白命大，死不了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这些杖里应该是煞气所化，沾之必死。只不过是些瘴气吧，少见多怪。小心！这是石杖业火，沾之可入肌里，粉骨噬骨，不死不灭。这也太邪门了吧！你发现没？这四周的杖里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乖，还真是啊。小子，凭你的威猛修为也敢与我对招，当真以为我罗刹刀魔的名号是白叫的？管你什么刀魔剑魔，我只知道，我今日必杀你！哼，小子，几日不见，刀法精进不少。既然这样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刀道。
这世上还未有人能扛过我的罗刹三绝。你的奇经八脉已断，你至多还有1个时辰可活。这么说，你的真气也散尽了吧？不可能！我分明已经打断了你的奇经八脉。天命有事！要不是你逼我吞下玉魄，玉魄内的灵力岂会为我所吸收？你已炼化玉魄？不可能！万人归高！小九，大圣哥，给你报仇了。别找了，我都已经找过了，出路只有瘴疠下的水潭，跳下去也是死路一条。想我萧子庭英名一世，却要与你这个小白脸共死一处，哼！老天爷还真是爱捉弄人呢。萧子庭，临死之人其言也善，我有一件事一直不清楚，还望你能说个明白。说来听听。你为何对我敌意如此之深？难道真如旁人所言，只因我在江湖少侠榜上霸榜3年，而你一直是千年老二？屁！唐风，你也太小看小爷我了。那个什么破榜单，我压根儿就没正眼瞧过。那是为何？你当真不记得了？也对，你当时年纪还小，自然不知道详情。10年前，我娘得了一场大病，我爹得知，只有你们唐门的秘药千机饮，才能救我娘的命。后来，我爹带着我们去往唐门求药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当时你们唐门还仅剩1份千机饮，只不过是因为你们唐门少主，也就是阁下您，偶感风寒高烧不退，唐门门主救子心切，才对外谎称说要你用尽，转手就把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给了你这个宝贝小儿子。你原是如此，所以我耿耿于怀，小肚鸡肠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只知道，如果当时你们唐门救了我娘，我娘压根儿也不会死。萧兄，此事是我唐家亏欠你，我替家父向你和令尊说一声对不起。切，少在这假惺惺了！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想想怎么逃出去吧。我可不想死在这儿，变成孤魂野鬼。想要逃出去，也不是全无可能。这师瘴性喜嗜血，若是有人能以血为引，吸引瘴烈汇集，另外一个人便可趁机跳入潭水，顺着水流找到出口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干嘛？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走！你疯了！萧子，千机饮虽能治褥疮，却含剧毒。家父当年不给，是怕你母亲体虚受不住。
疯了！要走一起走，小爷才不要欠你人情。彭兄，彭兄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先出庄再说。走。你们两个还真是走了狗屎运，落入本尊的石杖坛，还能活着爬出来。老妖怪，你那什么狗屁石杖坛是放屁崩出来的吧？臭不可闻的！找死！你们快走！北一尊这是位高深莫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别废话了，你们不走，都得死在这儿。早点搬救兵过来，或许我还有一线生机。快走！洪大圣，你来了。老妖怪，小九之死，是不是你意为之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一个黄毛丫头死便死了，谁会在意一只蝼蚁的死活？他是我心爱之人，不是你说的蝼蚁。所以，你想替他报仇？不妨一试。一个天生绝脉的废物，也敢与本尊为敌，真是螳臂挡车，蚩伏撼树。有本事你是杀了我！洪大圣，临死之前你就不想知道本尊为何要费尽心机布下此局吗？老妖怪，凭你的修为，想带着魔教称霸武林，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。你的野心恐怕不止于此吧？说下去。六出山庄之战，你早就料到各大门派掌门会保存实力，袖手旁观，但你依然设下此局，实则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那你不妨猜猜，这沛公所应何事？你早就猜到我会击败罗刹刀魔，所以你一直坐山观虎斗。六出山庄之战，看似是局，实则是饵。你不过是为了让各大门派放松警惕，大费周章，恐怕不是只为了一个武林盟主之位吧？好一个冯大圣，竟能将本尊的算计猜得8、9不离10。江湖各派心心念念的武林盟主，在本尊眼中视如草芥。本尊真正要做的，是令天下武林归于一统，成为万世顶礼膜拜的武道之神。武道之神，老妖怪，就凭你一个杀人如麻的邪门歪道，你也配？你等凡夫俗子眼中的武道，只局限于武林这一小小的方寸之间。我要的是令天下武林归于一统，更是我要成为武神之道。冯大圣，你可知道，若是集天下顶级武者的精元于一身，就可以打破天地玄关，与天地同寿。你如此处心积虑，就是为了吸尽天下武者之精元，助你突破生死玄关。准确的说，他们只不过是我成神之路的祭品。
现在你知道了这么多，你觉得本教还会让你活着出去吗？你若想杀我，你早就杀了，你何苦等到现在？你还需要我活着出去，才能够让各教掌门深信你们魔教不堪一击，连我这样的无名之辈，你们都奈何不得。你就这么自信本尊不会杀你？冯大圣，就算是我杀了你，各大门派也会乖乖的来给我献祭。你的命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老妖怪，最好今日能杀了我，不然必为小九报仇。相比于杀了你，我更愿意留你亲眼看着我登上武林至尊的那一刻。我在不死海等着你来报仇，希望你到时候能够变强一点，不要让本尊失望。彭兄，彭兄，彭兄。苏爷爷。